我在杭州吃了4条西湖醋鱼，想着能把它美食荒漠的帽子给它摘了。结果，都说杭州是美食荒漠，而这荒漠当中的一颗明珠就是这西湖醋鱼，闻着有点不妙。真的又腥又酸，刺儿又多，感觉这鱼是活着被硫酸泼了就端上来了。最关键，人家一般这料汁儿会和这鱼相辅相成，但他这个料汁儿加这鱼呢，让它变得更难吃了。这第二家呢就和第一家不太一样，他把草鱼换成了笋壳鱼，首先刺儿就少多了，但是价格呢也直接从88飙升到298。但据说最标准的做法还是用草鱼。而能把草鱼做的不腥的，当属这西湖国宾馆的紫薇厅，确实没有那么酸，也没有那么腥了。但是这小环境实在太高级了，你光点一个这也不合适，所以紧巴巴的又折进去875。那最后一家呢，反而是最让我惊喜的，它就在居民楼楼下，这一个烟火气十足的杭帮菜。老板说可以用鲑鱼给我做，想不到甜酸平衡刚刚好，一点都不腥，刺儿又少。我觉得这是最好吃的。他们家杭帮菜据说也还比较正宗，虽然确实挺好吃的，但这到底是杭帮菜还是本帮菜啊？也算了，也别强行所难了，因为毕竟啊，这杭州有的别人还没有呢。比如说这独一无二的春景。说来惭愧啊，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来西湖。漫步在湖畔，我脑海里萦绕的都是朱自清《春》里面的句子。你看这太子湾的郁金香，岳王庙的红梅花，法喜寺的白玉兰，是不是都开满了花赶趟？是不是红得像火，粉得像霞，白得又像雪呢？小草偷偷从土里钻出来，花下蜜蜂嗡嗡地闹着，阳光穿过孤山路梧桐的球枝，又洒在龙井茶园，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。欣欣然张开了眼，西湖的水涨起来了，远山的轮廓朗润起来了，太阳的脸也红起来了。家家户户老老小小，人们也赶趟似的，一个个都出来了。他们在杏花漫天的宪法公园里拍拍照，在拱辰桥旁的亭子里看看夕阳，远一点就去临安米集村的樱花树下野个营，在富春江畔的油菜花海里舒活筋骨，抖擞精神。天上的风筝多了，地上的孩子也多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盎然的春意，那是生命的萌动，是阳光的气息。而这样美好的春色中，最应景的莫过于这辆浅湾绿色的五菱宾果。你好，小玲。在呢。打开空调。OK 了，小意思。别看它看上去小可爱，但410公里的续航，超大的空间可不是盖的。无论是情侣还是和家人，开着它闯进杭州的春天，享受一个美好的周末，可以说是再轻松不过了。你不觉得可爱的它也像一抹恰到好处的春色吗？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刚起头，有的是功夫，有的是希望。而新一年的风雨兼程，我希望你的身旁也有它的陪伴。而说回春景，地铁上、直播间里、服装城中，在杭州打拼的年轻人们，无疑也给了这座城市春一般的活力。礼物之前，我们今天是一个爆品返场日，所以今天的好物是非常多的。是的，去拍，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去拍我们的两瓶装拍。20上链接，1号链接。我们自己的受众群体其实学生应该会比较多一些，对，会经常收到留言和私信，就是他们会问我，我马上要毕业，我很迷茫，我都会建议可以来杭州试一试。这个城市它有更多可能性。在第2年的时候，我已经发现开始上瘾了。确实，杭州拥有的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周围的这种内卷啊，所有的行业都在卷。往好的方面想，谁又不想尝试更多可能？但确实在一个温水的一个情况下，很难去迸发出这种必须拿下的信心。杭州是可以的。我们2个想要去学英语，因为我发现学习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我以前都不会这么觉得的。是啊，春天到了，新一年的努力又要开始了。然而杭州的年轻人也是有点怪的，上班和上香哪个也不能耽误。走进灵隐寺，每个人都朝着不同的方向拜着，各有各的规矩，也各有各的心愿。而天下第一财神庙的缆车干脆就直接排队2个小时，好像越是大城市，大家就越选面包，不选爱情。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在万松书院的相亲角，从70后到00后的父母都在为子女的终身大事着急。梁祝曾在此相知相伴3年，父母们就也选在这里替子女们结一结好姻缘。我们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执念和活法，
而在杭州，何止是几代人？从苏堤断桥到复兴大桥，从摇橹船到立体车厂、云公交，你会看见的可是从古至今天翻地覆的几个世界。苏轼、岳飞、三潭印月、尽忠报国、雷峰塔、白蛇传、大运河、钱塘江，四季轮回，周而复始。杭州始终能穿越时间的滚滚长河，在时代的前锋屹立不倒。在我看来，也许杭州就是春天。它像刚落地的娃娃，从头到脚都是新的，它生长着；它像小姑娘，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；它更像健壮的青年，有着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。它领着我们向前去。